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开始访问新加坡，这是他此次出访的第3站。此前他还访问了越南、柬埔寨，之后还将到访韩国。在访问越南时，南海局势稳定成为双方强调的关键词。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还强调，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谁也无法动摇和改变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而柬埔寨首相洪森也特别提到，任何外部恐吓诱拉都不会动摇柬发展对华合作的决心。王毅在访柬时提出，愿同柬埔寨人民一道，全力推进中柬各领域合作，让中柬友谊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一抵达新加坡，展开为期2天的正式访问。新加坡外交部此前一天发出文告说，王毅访问期间将拜会总理李显龙、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并与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会晤。新加坡媒体称，这是王毅今年首次访问新加坡。在这之前，中新两国外长今年上半年以2次面对面会晤，分别是维文今年3月底和6月初访问中国福建和重庆。从王国伟的这次访问来看，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经济合作方面啊，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实际上他的东南亚之行，经济合作和防疫是2个最重要的这个议题。那么中新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有巨大的潜力。王毅访问越南时就曾提到南海问题及中越的团结合作。9月11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河内会见王毅时就明确表示，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双方要携手并肩，克服困难，实现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谁也无法动摇和改变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在周一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也介绍，王毅在越南强调，中越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越方感谢中方提供疫苗援助，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机构中的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南海行为准则商谈，为维护地区和平做出贡献。外界注意到，王毅此次对越南、新加坡展开访问的时机很微妙。就在不久前，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刚刚结束对越南、新加坡的访问。在哈里斯的这趟东南亚之行中，不管是在新加坡还是在越南，他都在频频挑拨，称中国在南海进行了胁迫和恐吓。但谁都知道，他的主要目的还是要拉拢越南、新加坡对抗中国。不过，越南、新加坡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更不希望自身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棋子。越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不会被拉进任何反华联盟。新加坡外长维文在哈里斯到访前就先放话，新加坡是有用的，但不想被利用。那么这种回应充分表明了他们不愿意被一些域外国家作为一个战略棋子，也充分表明了他们实际上是更重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这个框架之下，实际上是美国一直试图逼迫其他国家进行选边站队，所以越南和新加坡的这样一个表态，实际上就是对美国的一种有力的回应。它实际上是更看重与中国之间的一种友好的关系，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是对域外国家对美国释放的一种信号。而东南亚国家之所以不愿意被人利用，是因为与中方的合作能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近日，在中国帮助下，柬埔寨还突然拥有了一个世界第一，金边成了全球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的首都城市。柬埔寨主流英文媒体《高棉时报》、《柬中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称，作为柬埔寨的铁杆朋友，中国陆续向柬埔寨提供了大量新冠疫苗。迄今，超过70%的柬埔寨人口已接种疫苗，约有200万人口的首都金边因此被列为全球接种率最高的首都城市。为此，柬埔寨首相洪森9号在广西南宁举办的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特别感谢在疫情期间向柬埔寨提供无私援助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他表示，在中国朋友的帮助下，柬埔寨即将建起群体免疫屏障。9月12号，王毅同洪森共同出席了中国政府援柬体育场项目交接仪式。洪森在柬埔寨全国电视直播的长篇致辞中表示，有些人总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柬埔寨，对柬中友好关系指指点点。柬奉行和平共处和中立原则，希望同所有国家交好，不想与任何人为敌，并不拒绝任何国家帮忙。但中国为柬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替代，这是最基本的事实。柬埔寨不依靠中国，还能依靠谁？洪森还特别提到，任何外部恐吓诱拉都不会动摇柬发展对华合作的决心。柬方表示，中国是柬埔寨最可信赖和依靠的兄长，为柬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的贡献，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替代。洪森首相的这个表态啊，我觉得在今天我们面临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的情况下，看得出来，就是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声音，也强调简中关系这种坚不可摧的友谊，和实际上也指出了未来发展的巨大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洪森首相的这个表态非常及时，也很重要。王毅还表示，中方希望检方明年出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中国同东盟国家能完成南海行为准则商谈，制定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实质有效的准则，彰显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意愿、有能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王毅9月10号起正式访问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韩国4国，引发外媒高度关注。英国广播公司称，王毅访问的这几个国家对中国和美国均很重要。在过去几个月，美国高官曾3次访问东南亚。美国外交学者网站称，中国外交官向东南亚各国政府传递了一个相当简单的信息：中国生存在该地区，美国不在。这一次应该说是王国伟今年以来第2次到访东南亚啊。那么应该说这个一定程度上表明东南亚是我们周边外交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在这一次再加上了一个韩国，那么充分表明从东南亚到东北亚这整个周边地区，或者说周边外交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一个首要或者优先位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以中国在与美国竞争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时占上风为题发文称，王毅在访问期间确认对发展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的政治支持，这有助于中国获得新的外交红利，包括在与美国竞争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时获得优势。文章提到，即使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也稳稳地成为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后疫情时期，建立经贸关系尤其重要。